台风红色预警已经发布，距离登陆还有不到48小时。暴风雨到来之前，一场关于价格与生存的选择，在这片果园里提前爆发。气象台已经发了台风红色预警，最多还有48小时，台风就要来了。大家听我一句劝，今天把杨梅立刻下树，我按6块钱一斤现结。6块？苏姐，城里杨梅都卖到20、30了，你才给我们6块？你这价也太低了吧？是不是趁台风前压我们价？哼，乡亲们，人家这算盘可比你们打的精。大家自己看看，城里的精品杨梅5斤装能卖128，折合下来1斤多少钱？20多块，25。他才给我们6块，对，凭什么？凭什么？我不忍心，所以我才来了。孙强，你别拿城里的零售价来骗他们。128块里有航空运费，有保温箱，有专业冰袋，有人工分拣，还有平台抽付、坏果赔付和售后成本。抛开这些成本，只谈零售价，你不是帮他们，是把他们往风险里带。苏姐，你少拿这些词吓唬人。我是不懂你们那些冷链弯绕转，可我懂行情。你就是仗着手里有冷链车，想把定价权攥在自己手里。真正懂行情的人，现在都在抢冷链车、抢预冷池、抢高速通行窗口。没人会在台风红色预警下赌2天后的普通快递。乡亲们，你们想想，这杨梅是谁种的？是你们。树是谁守的？肥是谁施的？雨是谁淋的？太阳是谁晒的？凭什么？最后他苏锦开几辆车过来，张嘴6块钱就要把你们1年的收获就拉走。锦丫头，台风要来，我们信。可这果子守了1年，就指着他换钱，城里都卖到20多了，大家心里实在过不去。梁伯，您种了一辈子杨梅，应该比谁都清楚，1日色变，2日香变，3日味变。现在30多度，果子一下树，必须立刻进预冷池打冷。大家别被他吓住，他说这么多，不就是怕咱们自己卖出去吗？哼，他越急越说明这果子值钱。要是真没得赚，他凭什么来收？对，别听他的，我们自己卖，我们自己卖，我们自己卖。全体都有，撤车。李丫头，你这就走了？我今天给的6块是保你们不亏本的底线。既然你们选择走直播直发，那每一个包装、每一次发货、每一个差评都要自己承担。开车去城南果园。苏总，真走？走。那边有多少过线的优级果，我今天全包了。听见没有？他急了，吓唬不成就真走了。都别慌，今天咱们自己做线上订单，谁也别再让人压价。他们以为自己终于绕开了中间部门，我本想拉他们一把，可再耗下去，只会错过真正愿意相信我的果园。他们根本不知道，台风眼已经逼近了。苏姐，孙强那套话术太会带节奏了。您顶着台风预警给他们开6块钱保底，是在帮他们稳住风险。可他举着直播间一喊高价，大家的心全乱了。小赵，这世上最难赚的就是认知以外的钱。他们只看到了终端高单价，却看不到中间隔着的冰山。接下来不用争，让冷链数据和客户反馈说话。可是没有可是，做生意最忌讳的就是跟外行硬耗。前面路口右转去城南果园，陈老板那批货应该已经下树了。现在的首要任务是保住自己的供应链。苏总啊，你可算来了！这天闷的邪乎，气象局说台风今晚就得登陆，我这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果肉紧实，表皮微凉，品质不错。陈老板，寒暄的话就不说了，优级果6块1斤，按我之前的规矩走。所有的果子剪枝留半寸，挑出裂果和刺果后，立刻下预冷池强制休眠。没问题，没问题，我都按你的标准弄好了，工人都在冰池边上候着呢，绝对严格把控。盯着装车。苏姐，您看，孙强开播了，现在杨湾村那边全封了。家人们，128.5斤，全部是树上刚摘下来的新鲜杨梅，咱们果农直发，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上链接，快抢！他们这是在干什么？苏姐，他们预冷池都没下，常温直接装箱，现在的气温可是35度啊！杨梅本身呼吸作用就强，装在箱子里不就等于放进闷罐吗？常温装箱，等于把果子关进热罐子里活闷。小赵，专业冷链为什么要用定制生物冰袋和吸水纸？原因很简单，普通冻水瓶一旦融化，外壁会产生大量冷凝水，水珠会滴在没打冷的杨梅上，这就不是保鲜，是在加速变质。不出48小时，等冰水化了，台风一来，物流一停，他们发出去的每一箱都要经受真正的检验。那梁博他们还不知道自己要出大问题了。他们现在满脑子都是高客单价，怎么可能听得进常识？现在顾不上他们了，立刻对接市区嘉润超市的王总监。这批果子是我们拿下本市连锁福利大单的敲门砖。这世上唯一能让人彻底清醒的，只有冰冷的现实。况且接下来我们还要面对更强大的敌人——风神台风。苏姐起风了，气象台刚才更新了，台风海神提前登陆，预计2小时后风圈就会覆盖全市，高速已经开始封路了。我们的车已经进市区了，封路对我们没有影响。通知后面的车队跟紧点，直接开进嘉润超市生鲜总仓1号卸货台。苏总，这台风天你居然真把货送到了，几个老供应商都说台风封路，货下不来，你这批杨梅质量能行吗？别是为了赶时间随便从树上抢下的生瓜蛋子。
小赵，开箱。王总监，眼见为实，您亲自测。强制预冷做得非常彻底，苏总，你这品控比那几家市级代理还要严苛啊！王总监，我是个实在人，您要的是能摆在超市冷鲜柜里3天不变色不流水的极品货，我要的是您嘉润超市接下来1整年的水果渠道。我苏锦做生意，从不靠天气卖惨，只靠标准吃饭。好，痛快！苏总，只要这6车货没问题，今年夏天的人工福利单还有全市50家门店的散卖份额，全交给你。哼，口说无凭，王总监。违约责任这么重，苏总，你这合同对自己也太狠了吧？交货延迟超过2小时要扣款，坏果率超过3%，直接按平台规则处理。王总监，我把条款写得这么严，就是为了告诉您，在我苏锦这儿没有不可控因素。我既然敢签，就证明我有绝对的把握把控这条冷链。我要的是白纸黑字的契约，不是随时会因为天气和人情变卦的口头承诺。苏总，我今天算是见识到了，跟你合作我踏实。查车呢，马上过来卸货，全部送入1号温控冷库。这条护城河我算是彻底挖通了。苏姐，太好了，有了这个，以后咱们在这行就算彻底站稳脚跟了。苏姐，嘉润那边全部交接过磅完毕，坏果率0%，损耗率5%，远低于合同规定的标准。干得不错，让司机师傅们都在大仓的休息室待命，台风没过境之前，谁也不许私自开车上路，安全第一。明白，苏姐。您看看这外面狂风暴雨的，杨湾村那帮人倒是活在梦里呢。兄弟们看见没有？这就是电商的力量，台风封路都不是问题。平台今天给了我们暴雨流量，只要大家动作快，把果子装箱发出去，订单就会继续往上涨。强子出息啊！我刚才跟家里说了，这批果子要是真卖成了，后续治疗和家里周转就都有着落了。屏幕上的数字会骗人，冷链和履约不会。他们是不是对电商有什么误解？这里面物流费平台抽亏占了多少？更何况，这些钱现在只是挂在平台账上的数字，根本没进他们的口袋。要想拿到这笔钱，前提是客户签收，并且给出好评。但现实是，他们1分钱都拿不到。李哥，这么早，中转这边情况怎么样？苏总啊，幸亏你昨天下午走的是冷链专线，直接进仓了。现在全省高速双向封闭，省道积水严重，也实行了交通管制。我这中转站里压了上百辆快递车。杨湾村那批走普通快递的杨梅，也在里面吗？全堵住了，10几辆车全是包箱子。这种天气一闷，车厢肯定成蒸笼。对，箱底在渗水，果子都发软变味了。我刚才好心给那个叫孙强的发微信，让他赶紧联系个本地的果汁厂，把车开过去低价处理了，还能挽回点包装费。他说那是他的高额订单，让你别多管。苏总，你真说准了，他原话就是这么回我的。他还说我是想压他的货。行，我不管了。苏姐，10几辆车，那可是杨湾村大半的收成啊！梁博老伴的治疗费用。在商业的世界里，违背常识的冲动是要付出代价的。我同情梁博的处境，但我不能用没有标准的收购去掩盖错误。别管杨湾村了，这场台风会导致接下来3天整个市区的生鲜供应链出现巨大的真空期，劣质货退场，就是我们抢占市场的最佳时机。明白，苏姐，我这就去办。告诉王总监，我们的第2批冷链车队已经在产地冷库待命，随时可以发车。市区另外几家中型连锁超市的采购部打电话，也立刻就给我打通。别停，雨大也得摘，树上剩下的都给我装出去。杨湾村的杨梅狂欢还在继续，他们并不知道那个名为退款的风险点已经到了爆发边缘。苏总，这3天市里大半的生鲜货架都空了，唯独你们这条冷链没断，连坏果都挑不出来。我们的底线跟嘉瑞一样，只要你能保证这种品控，我们全市20家门店的单子全走你的线。我的冷链车队已经打通了原产地到市区的专线，只要按照我合同上的温控标准和损耗率来走，不管台风还是暴雨，你们的货架都不会断。老刘，赶紧签吧！苏总的合同违约责任定的比谁都高，他敢签就说明他真能控住这条链。这年头靠天吃饭的果贩子不少，可就苏总这样的少见。这不叫底气，这叫尊重常识。把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大家才能安稳的把钱赚了。苏姐，杨湾村售后报了。说好的新鲜杨梅，收到就变味了。打开箱子全是受潮软果，根本没法吃。家人们，大家别激动，听我说，生鲜在路上有点损耗是正常的。这几天不是刮台风吗？物流慢了点儿。苏姐您看，平台客诉率已经击破底线，风控机制启动了，后台结算被限制，售后通道集中开启。他这次真扛不住了。这事儿不能全怪我，是分拣环节没做好，有人把列国软果也混进了箱子里，纸箱子也是大家自己说要省成本才买的。面对利益时称兄道弟，危机降陆后立刻甩锅，这就是不专业团队最真实的样子。就是他们没按我说的配合。强子你怎么能把责任全推给大家呀？
当初不是你说只要果子红了就直接摘，不用进预冷箱吗？那冻水瓶不是你教我们放的吗？那保纸箱也是你联系的现成商家，让我们电子买的。我们连夜冒着雨给你摘果子，你现在说是我们没配合？孙强，你不能这样甩锅，我家周转的钱都垫进去了，你把包装费和订单情况说清楚，少在这翻旧账。现在平台把保证金暂时限制了，这个损失必须从货款里扣，谁也别想把责任全推给我。客户付的是新鲜果的钱，结果坏在包装和物流上，凭什么全让我们垫？苏姐，您说他们这回得赔进去多少？不仅是货款无法正常结算，他们还要承担额外的快递费和包装费。最可怕的是，满树的杨梅因为台风没有及时抢收，加上这2天暴晒，已经大批裂口变质了。这种没有供应链支撑的临时带货，就是一阵风，风停了，问题全暴露。苏总，还是你的路子走得稳。规矩才是最稳的保护伞，可惜很多人觉得那是束缚。各位单子定下来了，我得亲自去一趟原产地盯发货，就不多留了。苏姐，咱们接下来去哪儿？回公司吗？不，回阳湾村，让他们看清真正的商业规则。苏姐，这味道也太冲了，咱们真要进去吗？这帮人昨天还在直播间骂咱们呢。做生意不能意气用事，他们被高价冲昏了头，现在已经付出了代价。我来不是为了看笑话，我的供应链还需要原产地重新站起来。孙强呢？去找他把包装店金钱说清楚。找不到了，昨天夜里他看平台限制资金，连夜开着租来的车走了。他们不仅1分钱没拿到，很多人为了这次大干一场，还垫进了包装费和快递费。哎呦，这批货状态也太差了，还有没有没明显变味的？老吴，货我拦下了点儿，你给个价，赶紧拉走吧。哼，老村长，我也得算成本。这果子已经不适合鲜果渠道了，我拉回去还得费人工挑，一口价5毛1斤，而且得你们自己装车，连筐子一起给我。5毛？这连纸箱子钱都不够啊！梁老头，你还没看清现在的情况。3天前那是新鲜杨梅的价，现在这些已经走不了鲜果渠道了。你们要是不卖，明天可能连处理成本都收不回来。卖5毛就5毛，能换一点是一点。慢着。哟，苏总啊，您怎么来了？这种残局，您这种做冷链大单的看不上吧？商业不讲侥幸，错过窗口期，坏在手里就是唯一的结局。锦丫头，我们被强子那个不负责任的人骗了。你今天是来看我们笑话的？我不是来看笑话的，我今天来是来收果子的。树上剩下的那些没有经过暴晒，果皮还没有彻底开裂的杨梅，我按保底价全收。苏总，你疯了！这破果子收回去，你的冷链成本都盖不住。怎么核算成本，是我苏锦的事。我的供应链缺的是下沉市场的走量货，这批果子经过严苛修剪和重新打冷，完全可以走社区团购线。你请回吧。锦丫头，你真的愿意保底价收？你不是在骗我们？我苏锦做生意从来只谈合同，但这次我有规矩，各位看清楚了。保底价我收你们树上剩下的好果，但我有3个雷打不动的规矩。苏总，您说。第一，所有采摘下来的杨梅从离开树枝那一刻算起，绝对不能超过1个小时，必须立刻送进预冷池打冷。谁要是图省事，在太阳底下暴晒，哪怕只有1筐，整车的货我立刻拒收。记住了，苏总，我们记住了。第二，修剪标准，枝丫留长，一律1.5厘米，多1分少1毫都不行，绝对不允许有1颗裂果、不合格果混进去。装筐前我会安排专人过筛，次品率超过3%，直接退货。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从今往后，想走我的冷链渠道，就必须签标准化供货协议。你们按照统一标准种树、采摘、分拣、销售和渠道，我来兜底。我签。苏总，这钱什么时候能结？家里后续诊疗的钱还等着。货装上车，测温达标，绝不拖欠1分钟。还愣着干什么？没听见苏总的规矩吗？赶紧回家拿剪枝，拿干净的筐，进果园抢收，按标准来。苏姐，其实以他们现在这个绝境，您就算只给1块钱1斤，他们也会感恩戴德的卖给咱们。保体价，咱们是不是给高了？小赵，
做实体生意绝不能透支信用，给1块钱确实能让他们把货交出来，但那是把明年的路堵住。梁博家里的诊疗床钱不够，来年他们可能连买肥料的钱都没有，这片果园就废了。我给保底价是经过精确核算的，刚好够他们处理这次垫资和退货亏空，稳住力的周转，并且留下一点本钱，准备明年的春耕。可是苏姐，咱们嘉润超市那边的福利大单要的都是顶级的优质果，这批经过台风洗礼的圣果，品相明显达不到嘉润的标准啊！几万斤果子收回去，咱们往哪儿销？谁告诉你我要把这些果子送去嘉润超市了？通知我们的地推团队，今晚开始全面启动市级社区团购网络。这批果子虽然外表受了点风雨，但只要严格打冷，口感依然很好。我们将这批货定位为惠民特价果，用保底价的成本价配合冷链物流，直接以亲民价进入全市300个社区团购。亲民价？现在市面上的散货杨梅因为台风缺货，价格都炒到8块多了，咱们直接砍半卖。这才是我的终极闭环。高端市场，我用嘉润的福利单建立品牌护城河；社区市场，我用这批帮助果农止损的特价果打通新的销售渠道。盯紧预冷池的水温。今天这场仗才刚刚开始，都排好队，一筐一筐下水，浸泡时间必须满30分钟，少1分钟，果子内部的温度降不下来，到了车上就会反热出水。苏姐，2号车装的差不多了，您过来抽检一下。李44，你这2筐杨梅根本没进预冷池，或者只泡了不到5分钟就捞出来了，对不对？苏总，我这是刚从树背阴处摘下来的，本身就不热。我看前面排队打冷的人太多了，怕耽误您装车的时间。反正车厢里有冷气，一动不就凉了吗？不对，冷藏车是用来保温的，不是用来降温的。你这2筐18度的温果子放进去，不到半小时，整个车厢的局部环境温度就会被拉高，冷凝水一出，旁边几10筐好果都可能跟着受影响。苏总，您通融，就这2筐不值当重新排队泡水了。我这也是为了抓紧时间给你赶货，不是？商业标准里没有通融这2个字。另外，李44今天交的打回所有货，抽检比例从5%提高到30%，再有1筐温度不达标，直接解除供货合同。别，苏总，我错了，我马上拿回去重新泡。苏总，我家的果子3200斤，合格，按2块算。当场结款，收款6400元。苏总，大恩不言谢，我这就把钱转给诊疗机构，我老婆有救了。苏姐，其实咱们只要守住了规矩，这就是在救人啊。这就叫双赢。货齐了，让车队立刻出发。全员准备完毕，随时可以出发。好，通知市里的运营团队，今晚8点。社区团购准时开团。这场台风刮得好啊！现在下面县里的货上不来，各大超市的散果区全空了。明天一早，只要咱们坚持和水果店叫板，他们不拿也得拿，咱们趁狠捞一笔。听说嘉润超市那边倒是有冷链车送货，但人家走的是高端路线，根本不屑咱们这块下沉市场的小户。产地直采，急速冷链，杨王村特级抢收杨梅，果肉紧实，脆甜多汁，台风天良心价。明日早8点，冷链直达小区门口，坏果包赔。这价格怎么可能？苏姐，后台数据爆了，链接刚挂出去10分钟，300个群的订单量已经冲破预计上限，预计今晚收官，咱们在杨湾村收的这批果子都不够卖。明天早上8点之前，我要让全市的市民知道，到底谁才是这条生鲜供应链上真正说1不2的王。苏姐，昨日的数据出来了，这批杨梅2个小时全部受控。苏姐，因为我们的果子到货温度控制的极好，口感甚至比平时常温卖的还要脆甜，群里的复购呼声已经刷屏了。冷链不仅能保鲜，更能锁住果糖，这就是物理常识带来的商业红利。苏锦，你这就有点不讲江湖规矩了吧？大家都是靠天吃饭，趁着台风天赚点辛苦钱，你直接把价格压到亲民价，你这是扰乱大家的生意。商业市场哪有什么江湖规矩，只有供需关系。你的货运不上来，我的货能保质保量的送到客户手里，我定什么价是我的自由。你少给我扯这些大道理，你以为我不知道你那批货是怎么来的？你去杨湾村趁乱压价，用保地价收了人家被台风淋过的刺果，转头拿到城里当好果子卖，你这是不合理低价销售，信不信我去相关部门举报你？去举报？好啊，我求之不得。赵老板，看清楚了，这是我这批杨梅的入库质检单和冷链温控记录，每一颗果子都经过了0度预冷，
在车厢里的核心温度没有超过5度，无论是农繁检测、含糖量还是外观完整度，全部符合，甚至超出了国家1级鲜果的标准。你管这叫次果？赵老板，你用常温敞篷车拉货，不少货损耗在路上，剩下的强行卖8块钱，把损耗全摊给消费者。货损耗在路上，风险却被层层转嫁，而我用工业化的冷链体系把损耗压到最低。我不是在扰乱你的生意，我是在淘汰你这种没有任何核心竞争力的落后产能，懂吗？赵哥，跟他硬耗没好处，他有嘉伦超市做靠山，咱们现在手里的货根本卖不出去，再放半天就得涨班了。要不咱们求求他，把咱们手里的货也按低价盘给他。苏总，刚才是我老赵态度不好，我急火攻心了。您看您的那批肯定不够卖吧？我仓库里还有2万斤，昨晚刚到的散货杨梅，本来准备今天出手的。赵老板，你是不是耳朵不好使？我刚说过，我的供应链只收经过源头打冷的货。你那2万斤放在常温仓库里闷了1夜的果子，中心温度早就失衡，果子里全是在发酵的细菌。就闷了1晚，没坏，真没坏。是不是坏了？你自己心里清楚。小赵，通知保安室，以后不是我们合作名录里的车辆，一律不准放进分发中心。明白。苏锦，你做事这么绝，把我们的路堵住，你就不怕我们联合全市的货运车队抵制你，让你1辆车都顾不到？苏姐，赵老板他们这次估计要赔个底朝天了，那咱们下一步怎么走？下一步把合同做细，趁着他们现在对我们高度信任，我要在杨湾村建一个华南地区最大的标准化预冷吹碱中心。从明年起，从种植修剪到打冷全部工业化，谁能跟上谁就有饭吃，跟不上的自然有市场淘汰它。这就是属于我的产业链蓝图。大半年的时间过去了，杨湾村终于从那场台风的废墟里长出了新的东西。苏总，您看这2号预冷池的水温循环系统，厂家昨天刚调试好，3分钟内就能把水温恒定在2度。梁伯，这套设备可是投入了不少资金的。今年的杨梅季，全村的果子都得从这几个池子里过。您是老把式，现场的把控就交给您了。您就放1万个心吧。谁要是敢在采摘修剪上偷工减料，不按苏总的规矩来，我第一个拦下，取消他的交货资格。这就是我把重资产投在原产地的原因。苏姐，今年的杨梅季算是完美收官了，咱们是不是可以歇口气了？歇气在这个行业里，停下就等于倒退。杨梅季结束了，但秋天的龙眼、冬天的砂糖橘都在排着队呢。杨梅是敲门砖，后面的每一个品类才是真正的版图。请问是苏锦苏总吗？我是，您哪位？苏总您好，我是京城先生华南大区的采购总监陈飞。京城先生，这不是绿眼集团那种靠烧钱补贴催生出来的暴发户。京生是国内真正的生鲜店巨头。如果说嘉荣超市是市级的巨无霸，那京城先生就是全国级的行业标。陈总监稀客啊，找我这个地方上的小采购商有什么事？苏总过谦了，您用一套极度严苛的冷链标准，不靠硬拼的压住了绿野集团的大规模补贴，这在圈子里已经成了教科书级别的案例。我今天来是给您送一份大礼，同时也是一份挑战。哦，说来听听。下个月，京城先生要举办一场面向全球的华南名优农产品博览展销会，我们需要选定一家能够代表国内最高标准的供应链企业，作为我们秋季特级龙眼和海外出口砂糖橘的唯一指定供应商。但我们的标准比您给嘉润超市的供货标准还要严苛10倍，无论是农残检测、果径大小，还是运输过程中的温控变动，我们要求的误差率是1/10，这怎么可能？农产品又不是工厂里用模具刻出来的工业品。苏总，我知道您是个信奉规矩的人，但京城的规矩很多在龙头企业都接不住，它考验的不单单是一件货，而是整条供应链从源头到终端的纪律。您敢接吗？如果接下这个单子，意味着现有供应链必须再次升级，但我从来不会在高额违约费前后退半步。陈总监，您似乎搞错了一件事，不是我敢不敢接，而是除了我苏锦，华南地区没有第2个人能满足你们的规矩。陈飞留下那份厚厚的标准指导书和试单合同，婉拒了村里的流水席。他给我留下了3天时间，
苏姐，这哪是收水果，这是在造芯片啊！单果克重误差不得超过0.5克，果径误差不得超过1毫米，甚至对果皮的斑点数量都有明确到个数的限制，这靠人工根本挑不出来。靠人工当然不行，所以我们要进行一次脱胎换骨的硬核升级。王总，我是苏锦，我要订购3套最新型的红外光电和全自动分拣线。对，就是带有无损视觉建模的那种现货。今晚必须运到阳湾村，我出双倍运费和安装费。苏姐，那套设备我听说过，一套就要100多万，咱们刚刚在阳湾村那场仗里收回来的利润根本负担不起。没有万一，我苏锦走到今天，靠的从来不是运气，而是敢赚把赚来的每一分钱都落进护城河里的胆量。走，去车间给村民们开会。不合格视图。苏总啊，这机器是不是坏了？您看看这果子个头大，皮也亮，就是上面有针尖那么大的一点小黑斑，这怎么就被当成次品打下来了？那怕放在咱们市场上，那也是能卖出好价的优质果呀。梁伯，如果在菜市场，它确实是好果子，但我们现在要做的是京城先生的海外出口单，跨国冷链、海运加上清关，至少需要半个月的周程。这一粒指尖大的黑斑是河虫留下的微小叮咬痕迹，在半个月就会迅速发酵。等货柜到了大洋彼岸的超市，客户打开一看，一箱子好果全变质了。到了那个时候，人家不会说梁伯种的果子不好，人家只会说这批出口农产品不达标，我们的标准不可靠。我们现在赚的不再是信息差的辛苦钱，而是国际标准样价，量分之一的误差率是底线。从今天起，机器挑出来的次品，哪怕看起来再好，也绝不允许混入正品箱。3天的时间，我和工人们吃住都在车间，我们牢牢盯着每一批下线的果子，不断微调机器的灵敏度，包装的无菌标准也要提升到近乎极致的程度。苏姐，京城先生的冷链质检车进村了，走，开仓迎检。苏总，这3天没休息好吧？不过京城的规矩您是知道的，同情性在质检单上不加分。陈总监，我的分拣中心不需要同情性，货都在1号朗库，您可以让您的团队随便挑随便验，只要找出1颗不合格的果子，随月责任我当场承担。开始吧。核心温度3.5度，达标。果径测量28.2毫米，误差小于0.5毫米，达标。苏姐，他们这也太夸张了，简直是拿放大镜在找风险啊！这要是真挑出一点毛病，万一……别慌，看着就行。对于我的光电分景线，我有绝对的自信。怎么样，老张？有问题就直说，严格按照标准执行。陈总监，各项指标全部检测完毕，单果克重均末差低于0.2克，糖度全部稳定在20度以上，表面无损率100%，整个抽检批次
零瑕疵，零误差。什么？在这个靠天吃饭的农产品行业里，零误差几乎就是行业神话。过了，咱们过了，苏总的机器真神了！零瑕疵，零误差。苏姐姐，咱们做到了！10万分之一的红线，咱们真的接住了。陈总监，数据您都看到了，我苏锦答应过的事，从来没有打折的习惯。这批货够不够资格拿京城先生的出口通行证？苏总，我收回我之前的话，在华南生鲜界，您不是能接住京城规矩的唯一一人，您是在重新定义这个行业的规矩。好，小李，拿合同。合作愉快，陈总监。合作愉快。好。不过苏总，我得提醒您一句，您今天拿下了京城的大单，就等于是动了华南商会那些老牌出口商的份额。这帮人平时看着一盘散沙，但遇到抢食的对手，他们可是会抱团反击的。只要他们按规矩出牌，我随时奉陪。如果他们想走不正当手段，那我就把证据和规则一起摆到台面上。苏姐，咱们可以把2号冷库也改成出口专用库，再加一条砂糖橘分拣线，冬季订单肯定还能再翻一回。这场战役我们赢得很漂亮，但这只是我构建农业产业链的一张门票。接下来的冬天，随着利润更厚、竞争更残酷的砂糖橘季到来，那帮被我动了蛋糕的老牌势力绝不会坐以待毙。真正的狂风暴雨正在暗处疯狂酝酿。凛冬将至，华南的冬天虽然不下雪，但湿冷的空气依然能刺透人的骨髓。这是生鲜行业一年中最后一个，也是利润最丰厚的年货黄金季。苏姐，第一批准备发往东南亚和欧美的整批货已经全部完成清洗打蜡和光电分选，正在2号冷库进行最后的强制休眠。只要等定制的出口级抗菌纸箱一到，马上就能装柜发往港口。距离京中先生要求的交货期还有不到72小时。告诉大家，这几天辛苦点，加班费按3倍发。这第一枪绝对不能哑。喂，老刘啊，纸箱装车了吗？什么？不发了？违约金双倍赔给我们。老刘，你这不是普通违约。苏姐，出大事了！我省唯一家能生成指定纳米抗菌保鲜纸箱的包装厂，刚才突然单方面撕毁了合同，他们宁可赔付我们双倍的违约金，也拒绝交货。不用问原因了，关键资源被人卡住，那些老牌出口商终于还是按耐不住出手了。苏总，久仰了。鄙人钱东明，华南农产品出口协会会长。钱会长，您这打招呼的方式挺特别啊，拿捏包装厂卡我的出口纸箱，这就是你们商会的待客之道。苏总啊，华南的生鲜出口，这里面的门槛深得很。你一个刚入行的新人，靠着一次机会拿下了京城的大单，就想一口吞下年度出口大单的份额吗？市场竞争讲规则，也讲实力，各凭本事。我能拿下订单，靠的是1/1000误差率的极品品控。钱会长要是觉得眼红，大可以去升级你们的流水线，跟我正面竞争。别派7省，没有我的点头，本省任何一家包装厂都不会轻易接你的单。72小时后交不出货，你就要面临京城先生高额的违约索赔。苏总，咱们做生意讲究个和气生财。这样吧，你把京城鲜沙这批单子的大部分份额让出来，由我们商会旗下的几家公司代为供货，你留少部分，纸箱我半小时内让人给你送过去，怎么样？这简直是强行分走份额，他们自己的品控达不到京城的要求，就企图用卡关键资源的不正当手段强行吃掉我的成果，最后出了质量愤悔，还要我来承担风险，卡纸当，抢份额，还想让我背质量风险。钱东平，你这算盘打得太精了。钱会长，您是不是觉得拿捏住了本地包装厂，就等于拿捏住了我苏锦的命脉？怎么，苏总还有别的招？远水救不了近火，快
跨省调运这种特种纸箱，光审批和物流排期就得5天，你根本来不及。钱会长，您忘了最重要的一点，我苏锦既然敢进入这个市场，就绝不会把自己的命脉交到别人手里。您刚才说跨省调运来不及，那是因为您用的是普通物流，但如果我用的是京城先生自己的全国航空货运专线，3天前在跟您本地的包装厂签合同的同时，我作为京城先生的顶级供应商，已经向隔壁省的亚洲第1大包装基地下达了3倍数量的备用纸箱订单。算算时间，京城的航空货运专机已经在本市机场降落，现在我的重卡车队正在高速上把属于我的纸箱拉回杨湾村。钱会长，时代变了，靠整合几个纸箱厂，靠封闭资源玩法稳赚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您要是真有本事，就拿您的产品品质来市场上跟我打。苏姐，太解气了，这批老玩家就是回到规则里。先别高兴得太早，包装危机虽然解除了，但商会的阻击绝对不会就此停止。纸箱一到，立刻组织人手连夜装柜，通知港口那边的代理，我们的货到了之后，必须第一时间报关上船，绝不能在码头过夜。明白，我这就去安排。来碗检查吧。哎，最后一箱，温控全部没问题。看着第一批完美包装的出口货柜被打上铅封，我的心底并没有完全放松。华南农产品出口商会盘踞本地多年，势力错综复杂。钱东升在纸箱上吃了鳖，绝不会善罢甘休。从杨湾村到深水港码头，这短短的100多公里，必定不会风平浪静。温控数据实时上传，每10分钟都得单独上报一次。所有车按队列出发，实时上传温控和定位。真正的硬仗，恐怕要在今夜的高速公路上打响。苏姐，再往前走5公里，就是上高速的必经之路虎头峡收费站了。那地方是一段窄路，两边都是护栏。如果前一行的人想涉足，那里是最好的下手地。保持匀速，车门落锁。无论遇到什么意外，都不允许下车发生正面冲突。明白。糟了，苏姐，这摆明了是人为设障，哪有2辆同向行驶的车能撞成这种角度的？别去，你现在下去，正好落进他们的圈套。生鲜冷链运输最怕的就是拖，他们不需要落我们的车，只要在这里拖上10几个小时，错过港口船期，京城先生的违约金就能让我们承担高违热责任。我知道是谁打来的。苏总，深夜跑车很辛苦吧？我听说虎头崖那边出了点交通事故，路被堵住了。哎呀，这可真是太不巧了。交警和保险公司的人估计得明天中午才能到现场清理。贵消息真是灵通啊！这么晚了还不睡，专盯着我这几辆车，真是让您费心了。苏总，我白天就说过，年轻人不要太气盛。你的包装箱解决了又怎么样？路走不通，你的货照样上不了船。只要你现在签字，我保证前面的路10分钟之内。如果不签呢？不签，那苏总和你的车队就准备在省道上赏一晚上的月亮吧。我倒要看看你冷藏车里那点柴油够不够烧到京城先生的货港。会长真是好算计，只是难道您的眼线没有告诉您，这种辆货车稍微有那么一点飘吗？你什么意思？小赵，闪2下大灯。钱会长，您一辈子靠着商会施压的手段整合公路物流，难道您就没研究过地理吗？背靠着珠江水系的一条深水支流。你什么意思？3个小时前，趁着你们的眼线一直盯着分拣处正门的时候，我真正的整批极品砂糖橘已经全部装进了特白冷链集装箱，从杨湾村后山的私家码头吊装上了一艘大马力内河驳船。算算时间，我的冷链驳船现在已经顺着珠江水稳稳地停靠在深水港的专用泊位上了。水路运输不仅一路绿灯，没有任何堵车风险，而且集装箱船的颠簸率比公路运输还要低。你从一开始就设了局。不是我设局，打败你的不是所谓的陷阱谋略，
而是跨界的标准化反击。至于堵在虎头下的这5辆车，只是一车空纸箱加上几吨配重的石头而已。既然钱会长喜欢看堵车，那就让他们在这儿堵个够吧。小赵，熄火锁门，让后面的兄弟们全都在驾驶室里原地等待。明白。苏姐这招太稳了，明天交警不来，我们坚决不动。护工损失，我会让法务部一分不少的整理进证据里。苏姐，你这事没完，这事没完！钱会长，我得提醒您一句，明天一早，京城先生的海外大单顺利交接的新闻马上就能见报。属于你们商会靠封闭资源稳赚的打法，今晚正式失效了。苏姐，咱们就这么等一晚？休息，养足精神。明天一早，港口那边还有一场硬仗要打。京城先生的验货才是最终的检验。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穿过海平面的薄雾时，我和小赵已经站在了本市最大的深水港码头泊位前。咸涩的海风夹杂着重型机械特机油位扑面而来，几台几十米高的桥式起重机正发出轰鸣震耳的轰鸣声。苏姐，您看，时间刚刚好，距离陈飞规定的最后交货期限还有整整60个小时。我们不仅没有迟到，反而提前完成了跨区调度。苏总早啊！昨晚省道上发生的事，我凌晨就接到内部通报了。我原本还在会议室里反复确认备用方案，准备启动紧急预案，没想到你早就留了后手。陈总监深耕这一行，自然知道要把不可控的风险降到最低。既然接了你们的单子呢，我自然会做多手准备。苏总这份魄力和远见，我是彻底服气了。老规矩，开箱抽检。核心温度控制完美，一直维持在设定的休眠温度带，纸箱硬度和抗菌涂层完好，没有任何受潮迹象。这整批果子是杨湾村人熬了无数个日夜，从枝头到冷库，一点一滴抠出来的品质。苏总，查验完毕，零瑕疵。货权正式交接，这批货马上就会装上远洋货轮，发往欧洲和东南亚的高端连锁超市。您创造了我们华南区出港交接的最快最优记录。我接过单据，心里那块悬了几个月的石头，终于安稳地落了地。合作愉快，陈总监。明年的订单，我们分拣中心的产能还可以再翻1倍。求之不得。苏总，从今天起，我想苏氏生鲜的名字很快就会成为这个行业的新标杆。我只是个守规矩的生意人，标杆不敢当。从那个台风天的6块钱保底价开始，一路走来，我们跨越了无数的偏见、冒进和暗算。苏姐，咱们赢了，咱们真的把杨湾村的货送上外贸船了。是啊，赢了。